贵州一个深山峡谷之中，竟发现一处非常神秘的建筑。一处险峻的悬崖峭壁之中，居然建造了一栋巨大的水泥房。房子上下一共5层，每层都巧妙地开设了3个窗户。环顾四周，这里方圆几里杳无人烟，真是让人不禁好奇，为什么要在这么奇特险要的地方建造这样的一座房子呢？下面就随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探秘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雪。今天我们在贵州凤冈县的深山里面，在这个深山峡谷里面呢，竟建有一座神秘的5层楼房子。大家看，就在我的身后。从我这个位置是看不见的，如果不是通过无人机，根本发现不了。这地方真的是人迹罕至，方圆几里都是没有人家居住的。今天是故地重游，跟大家实话实说吧。由于上次是我害怕的原因啊，我们走到2楼就没有继续往前探索了。从上次来了过后，回去一直觉得非常的遗憾。今天刚好路过这里，我们今天再次准备去探索一下。今天我可是鼓足了勇气，在我身后呢有一条小路，如果你不仔细看的话，根本发现不了这是一条路。你们看这个路上长满了杂草，地面上呢也是布满了青苔，一看这个样子就是荒废了很久了。我记得我们上一次来的时候，这条路还是特别的明显的。从这边上去的话，大概在10来分钟就可以到达。你们看这个坡度还是比较陡的，走起来呢也是比较耗费体力。这条路修的还是比较不错的，虽然说布满了青苔，但是依然可以看出它是用水泥筑的。大家从航拍的视角也看出来了，这地方真的是非常的偏僻。我在想，当时的人们他们是怎么把这些材料给运上来的？这地方的地势真的是非常的奇特。你们看，现在呢，我们是走在2座山的夹缝之间。由于这个山的原因啊，它这个阳光是照射不进来的。我感觉走在这里面真的是非常的凉爽，一股股凉风扑面而来。在这底下有一条小溪，这条小溪的水源呢是来自房子后面那个山洞里面的。这里的环境真的非常的不错，有山有水。不过很可惜的是，这个地方已经荒废了。哇，这些杂草已经完全把这个路给覆盖住了。快看，我们好像快到了。这条路虽然没有多远，但走起来还是比较费力的，因为它落差比较大。看，就是这里了，我们终于到了。这个房子呢，一共有5层，它的材质呢是水泥和砖。你们看这个房子，刚好严丝合缝的修建在这个缝隙里面。这旁边还有一条纯天然的瀑布。我记得我们上一次来的时候，这个水源要大一些，这次没有上次的好看。听说这个房子已经荒废了很久了，经过多年的风雨侵蚀，你们看它这个墙皮已经变得非常的斑驳了。
我记得我们上一次来的时候是一个阴天，那时候这里的水流是非常非常大的，都把整个房子给打湿了。那时候的房子非常的潮湿，看起来特别的阴森恐怖。当时我在2楼拍摄的时候，心中充满了很多不好的预感，当时呢就临时撤退了。今天呢，我一定要鼓起勇气把全程给探完。这边呢是它的一个大门，也是入口了。我们先从1楼探起。今天准备了一个超大的手电筒。这边有一间房间，我们看一下，上面有很多瓶子，还有很多鱼什么保伞，应该是养鱼的一些药吧。那瓶子应该也是用来装药的，因为已经荒废很久了，已经这个脚呢已经无从下脚了。你们看这里面，肉眼可见的风一直哗哗的吹，这个风特别的刺骨，就像冬天的风。这边是另外一间，这里面空荡荡的，你们看地上，还有这个药瓶，还有很多泡沫箱子。从这里呢就可以看出，它这个房子呢是依这个山体而建的。这里面还是非常潮湿的，因为它是常年处在一个阴暗潮湿的一个缝隙里面，顶上还在积水。你们看，上面有的地方已经钙化了。可能这个水啊里面的矿物质比较高。在这边一侧还有一个门，我们看一下，这应该算是一个空间吧。你们看，这里面非常的狭小。这边也是依这个山体修建的。1楼呢就是这个样子了，我们再往上面走。我感觉越往深处走，这个风越大越冷。你们看它这个一台比一台高，它这个是依山势修上去的。这边就是这里的2楼了。哇，你们看，一片狼藉。看这个旁边有很多药瓶，这些药瓶应该都是养鱼需要的。这里面呢都是一排一排并列有序的一些鱼池。不过你们看，非常的奇怪，这些鱼池都被敲掉了。地上很多碎渣，一些砖的，一些玻璃的。上面还有很多线管。空间还是比较大的。好多这些碎玻璃渣子。听说这里面以前是养娃娃鱼的。这一层呢，一共有5排池子，我大概估算了一下，最少有100个池子。我上一次就是走到2楼就没敢继续往前走。哇，寒风刺骨。这楼梯上好多泡沫的碎屑，你们看它这个楼梯是不规则的，因为它这个本身的山体也是不规则的。
它这个修建的有点受条件所限制，这里是3楼了。哇，你们看，它这里面的池子和楼下那个池子它是不一样的。3楼的池子是特别大的池子，然后并列的。这些池子还没有被破坏。你们听，滴答滴答的水声。每个池子它都是有那个注水口的，你们看，有水管。可能是因为今天天气比较好吧，主要这里面是没有感觉身后凉飕飕的。这里还有一个开关电源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上面，这下面呢是一个排水沟。你们看，它这个每一个池子呢，都配有一个排水孔。我估计它养的这种鱼是要活水养鱼，它是利用这个水沟把这个水给向这个洞口流出去，是一个活水循环的。这栋房子靠近这个外面这一侧，阳光还是比较充足的。我感觉这里也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可怕，可能当时跟那个天气有关，当时那个天气非常的昏暗。现在我们继续往上面走，这上面全是泡沫。这里就是4楼了，好像被人为砸坏了。哇，它每一层的池子的布局大小都不一样的，你看。这一层呢都特别的昏暗，特别的黑。走到这边就没有路了，从这边跨过去。每一个池子都有编号。这边呢就和那个2楼很像了。看这个崖壁上不断的积水，它每一个池子都有编号，应该是为了后期好维护吧。这边这一层，它的池子也是被凿坏的。我感觉这栋房子它的每一层它的空间和面积都是不一样的，一层比一层更大。这一层呢比第3层要宽很多，要宽出这么大一个面积出来。这里还有一个渔网。我们再到第5层去看一下。
这一段楼梯比较窄了。这第5层水流声很大。在这个房子的顶楼，这后面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洞腔，你们看。哇，快看，你们看这是什么呀？这么大一个池子，不知道这个池子是干什么用的。它这个池子，每一个池子的话，大概在3、4米深的样子。我感觉应该是用来做蓄水池的。这后面真的是别有洞天。它这个水源呢，就是从那里流出来的，那个山洞里面。为了让大家看得再清楚一点呢，我们凑近看一下。这里也是一个大池子，走在上面我还是比较害怕的。走到这里就走到底了，它这里围了一堵墙，应该是把这个水流给挡住了。如果说遇到那个雨季的话，它这个水流应该会大一些。它这个水呢，就是从那个洞里面流出来的，不过看不到了，被那个墙给挡住了。我们去前面看一下。这里比底下几层都还要糟，一片狼藉。你们看，全是这些杂物。走在这里面，能闻到一股很奇怪的味道。你们看，全是这种蝙蝠屎。这里已经变成蝙蝠的家了。这一层也是这种鱼池。这里还真是一层比一层大，也一层比一层宽。我感觉他们最初在这里养娃娃鱼的目的就是看中了这里的水源。它的每一层呢，基本上都差不多。这边有一个小的门，我们走上去看一下。哎呀，吓我一跳！这边有一个栏杆，不知道它这个栏杆是干什么用的。这边就可以看到，这边也有一个水源。我觉得是因为这里它这个水不养鱼的，这个水呢就从这边流出来了。如果说它养鱼的话，就会把这个水蓄到这些池子里面。这里呢，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瀑布源头。这次呢，我们终于把这里探索完了。现在我们走下去吧。这栋房子呢，整体呢就是这个样子的。
听说他们最开始修建这个房子的时候，就是为了养娃娃鱼。我也上网查了一些养娃娃鱼的一些相关资料。这个娃娃鱼啊，它对水质和环境是非常严格的。我们也看了一下，它这个也确实适合养娃娃鱼，但是后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后面就荒废了。我们再来给大家看一下这外面的环境。这里的风景真的是相当不错，有山有水，风景如画。刚才我们在底下向上看的时候，它的视野是非常的隐蔽的，但是当你在上面往下看的时候，它的视野却是非常的开阔的。我感觉他们当时修建这个房子的时候，一定费了很大的财力和人力，就这样荒废，真的是太可惜了。如果说后期能把它利用起来，改成民宿或者是居住的一个地方，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吧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